瑞场钱庄资本12万两，股东贝润生6股，邱省3、4股，经理是罗如莲。乾源钱庄资本6万两，股东为姚子若等，经理朱允生。义昌联济钱庄资本12万两，刘洪生2股半，瞿鹤鸣7股半，经理沈景洲。志祥钱庄资本6万两，股东严卫廉独资，经理王伯勋。福隆钱庄资本10万两，股东汤春年3股，顾新一、方博等各1股，经理夏觉侯。程玉生记钱庄资本18万两，股东方稼生7股，黄博会2股，陈有斋等各3股，经理谢涛甫。我看这几家当时有名的钱庄，资本不过6万两到18万两，虽然是初创时的股本数字，后来的存款数字当然要超过资本额，但是从前钱庄势力大，中兴银行且要让它3分，何况日业银行是一家小型银行，同业暗地里都称它为野鸡银行，大家不相往来，所以日业银行的存款能亏欠60、70万，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这个亏欠的数目虽不重，亦不远矣。如此看来，当时纸币因为和银元等价使用的，所以60、70万元的债款已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足见其时的币值相当稳定，物价之廉也可以推想而知了。前文叙述黄楚九日业银行倒闭始末，究竟盗取存户多少钱？当时访问过不少人，有些说60万，有些说70万。我因为这些说法不一致，所以前文中曾表示怀疑，并在文前说明，希望作者和读者打成一片。我有什么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如有那一时代的任何图片，倘蒙见介刊载，有表欢迎，以便在出版的单行本中做更为完美的补充。自从大人杂志出版本书之后，因为日业银行的倒闭实在是当年上海一件大事，有几个不相识的读者打电话给我，有些说黄氏倒去客户的数目绝对超过70万，据他所知，有一个户口且达30万元之多。我正呐喊中，忽然又接到从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高级人员金宗成先生，现在香港海外信托银行董事的电话，说老朋友，日业银行倒闭还款的事是由我经办的，那时还款1成有30多万，10倍的数目当然有300万，但是因为年代久，我也说不出一个确数，你最好去问一下当时租界法院办理这件破产案的清理官潘兆邦会计师，他现今住在香港的铜锣湾。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开心不已，连打了6、7个电话才找到潘老先生，他亲自接听。潘老先生说，日业银行倒闭之后，清理产业变成现金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存户催促，急如星火，于是商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暂为垫款，发还1成，总计各户的存款是400万出头，确属我也不记得了。如此一说，当然以潘先生的话为最有根据而且准确。日业银行派还第1次债款之后，第2次不归上海银行派发，因为上海银行深恐有碍行誉，由法院假作八仙桥青年会礼堂设立2张写字台，每户摊还半成，此后就没有下文了。如此看来，倒去了存户400万之数，确乎是一笔大数目，怪不得一般存户要鼓噪不休了。圈与华人不准入内前文讲到黄楚九与西洋医生打官司的事情，竟然一下子打赢了。
因为当时华阳涉宋，总是中国人输得多，足见那时皇室在上海的经营手法，应付一切却是高人一等。从前租界上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是蔑视的，我举出几个例子来说说。第一件是租界当局对中国官厅采取不理睬姿态，尤其是清廷的官员更不摆在眼里，并且极尽其侮辱之能事。记得西人的家庭出入都用马车，特地仿制清廷官员所穿的箭衣作为马夫的制服，头上还戴上一顶尖顶的鹰帽，帽上拖着一条红带子，这是表示中国的官员只配做他们的马夫而已。法租界的巡捕也戴鹰帽，只是不穿箭衣而穿巡捕制服，同样是侮辱中国官员。第二件，中国人在马路上走，喜欢慢吞吞地踱方步，越是有身价的人越是踱得慢，而西人走路却快得很。因此在马路旁人行道上，西人常常嫌中国人走得慢，他们便用手把中国人大力推开。还有好多西人眼戴托利克，眼镜名称，手拿丝的克，手杖，口衔且利克，烟名高士阔步，挥着丝的克把中国人乱推乱打，中国人无不肃静回避。如果走避慢了一些，他们便会伸出巨灵之掌掴你几下，叫做五只雪茄烟。有些用脚来踢人，称为外国火腿，是没有人敢反抗的。第三件是外白渡桥旁边的一个公园，俗称外滩公园，中国人是不许进入的。他们为防止中国人走进去，特地在门口挂着一块绝端侮辱中国人的木牌，上面写着8个字，叫做全与华人不准入内。这不但表示华人没有资格入内，而且将犬字冠于华人2字之上，意思是中国人比犬都下一等。这块牌子挂了几十年，看见的人无不痛心疾首，但是因为国势衰弱，也奈何他们不得。后来汽车风行，红缨帽的马车夫消灭了，但是西人住宅门前的看门人还是戴着这种帽子。五四运动一起，人民的自尊心和爱国心勃然兴起。租界当局鉴于这种运动的声势浩大，有许多场合姿态逐渐转变过来，而外滩公园那块侮辱华人的木牌子也无形消失了。然而外滩公园华人依然不能进入，倒是日本人穿了和服木屐，可以拖男带女的走进去，有一部分日本人穿着西服也可以昂然入内，因此中国人穿了西装也可以混进去，但是从前穿西装的人少得很。这些事情老上海想必至今仍未忘怀。